泽连斯基被控叛国罪，拜登的手段展现无疑，但美国想退没那么容易。大家好，我是吕哲。自巴赫穆特被俄军全面掌控后乌军显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了。而在最近，俄罗斯国防部多次指控乌克兰武装力量越境袭击，还有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事件无论基辅怎么否认，或者谁是幕后黑手最终后果都是由乌克兰方面承担的。而频繁的越境打击与挑衅，简直就是故意拉仇恨，只会让俄罗斯对基辅政权感到恼火。而在这个背景下，乌克兰内部又出现了问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吉奥莱罗斯他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基辅佩切尔斯克地方法院责令乌克兰国家调查局就泽连斯基及其团队成员叛国罪提起诉讼。他还强调，不会让这些叛徒逃脱对乌克兰人民犯下的罪行的惩罚。简单来说，就是美欧惯用的通俄指控。但是通俄指控的可信度还并不高。要说其他指控，我觉得还能靠谱一些。就比如前不久乌克兰政府和美国贝莱德公司签署成立的乌克兰发展基金会协议表面上贝莱德目的是吸引对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的投资但实际上呢，这意味着将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主要资产悉数抛售，从土地到电网。虽然美西方对乌克兰进行大量的军事援助和资金援助，但是这都是要还的呀。乌克兰没钱还债务的时候怎么办呢？好，贝莱德粉墨登场，他会打包乌克兰的资产或土地偿还债务。相较于所谓的敏感职位任职，这件事显然更像叛国，而这次小指控更像是背后有人对泽连斯基的警告最近美欧的风向也变得很快，美国和德国媒体突然又集中报道北溪管道事件，并且一致指向是乌克兰就是策划和实施者。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之前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和镀金之女被斩首都是乌克兰干的。那现在风向是把所有的脏水都往基辅当局身上泼，是不是基辅当局做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后果都得他们来承担了。看到这儿，外界普遍都察觉了，美西方似乎正在为弃子做准备。更离谱的就是《纽约时报》发文说，如果乌克兰没能让俄军撤退，那可以效仿东西德，部分乌克兰可以先加入北约，并且建立非军事区，引入其他国家入驻。这简直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故意制造乌克兰事实上的分裂嘛。这个结果大概率会实施，现在只是放风。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乌东建立非军事区，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白打了。乌克兰打了这么久呢，还是没能守住自己的领土，而俄罗斯的乌东去军事化目标也没能实现。到时候美国、法国、德国可能就会推动其维和部队的入驻，那到时候就在俄罗斯家门口或许这就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但目前俄罗斯没有谈判的兴趣也没有停火的迹象。一旦俄罗斯长驱直入，控制了乌东地区，或者说直接推翻了基辅政权，美西方的算盘那就白打了。而现在他们到处往泽连斯基身上泼脏水，还有泽连斯基被指控叛国，似乎都是要给俄罗斯交的一个投名状，说差不多咱停手得了。如果现任基辅政权被西方搞下去了，他们还有机会扶持一个新的基辅政权。反正旧账就算到泽连斯基政权头上换了新的政权，俄罗斯也没理由继续进攻了，不是吗？而美西方完美结束了一场代理人战争，也会继续酝酿下一场危机。但是美西方想要退出去没那么简单，因为俄罗斯把很多事情都咬定是美国和英国干的，到现在他也没有全国动员，是不是？只是派瓦格纳雇佣兵还有车臣部队去乌东地区作战，正规军投入的并不多，保存实力其实也是为了应对北约可能接下来出现的挑战。那么俄罗斯也不会再轻易的相信任何西方的谈判或者签署协议。你想想，前车之鉴，明斯克协议就是血的教训，现实不一定总是按照美国的剧本来出演喽。好，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